你会被梦境牵引诱拐吗？人生字典将继续为你一一解说。是非篇：梦境真伪由来之注解说明。注一：什么叫做根因界倒流？首先，真相揭露。宇宙无神佛，天地五界各有不同的工作者，唯一的主宰单位是阴府，而灵界的执行者也不是民间人类以为的神明，所以民间人类所求拜、尊奉的都是阴界邪灵，用欺骗人类而编创的神佛名号，误导了人类数千年。当人类向这些阴界邪灵求拜、许愿、请示或与他们沟通交流等等行为，就是自愿让阴界邪灵，俗称的魔神仔，吸取活人的磁流，供给他们活动的资源力。这就是跟阴界倒流。尤其人类喜欢播放、诵念宗教的经文，其实这是召唤阴界邪灵，公然来吸诵经者的磁流。这是跟阴界倒流的行为，不可不慎。跟阴界倒流的人类，磁流被吸取，身体必会生病。若求拜许愿，更是可怕，等同自愿交换条件。阴界邪灵会让人类所求的愿望实现，但人类将付出的代价可是非同小可，就如同民间地下钱庄的高利贷。跟阴界邪灵倒流，不但在未来得承受更可怕的病痛、挫折，甚至被抓交替，死后还会沦落鱼虾、畜生重修。人类千万要避开此最危险的死角。注二：什么叫做抓交替？前述跟阴界倒流的行为，若有人类向神求愿、交换条件，日后突然发生意外死亡，大部分都是被抓去当交替。原因就是有求有得，就可由他们处决。而所有人类、各种宗教在尊奉的神，其实真面目就是阴界邪灵，俗称的魔神仔。此情况确实是灵界执行者无法干涉的事，此为灵界有定的规律。若是民间的自然人自己愿意接受，与阴阳灵界的规律无关。所以民间人类死亡的人数越多，等同投胎当人的空缺越多，则这些阴界邪灵就有权利弃阴从阳，自首去投胎大型鱼类当食物类，被宰杀多次后，就可循环到投胎当人了。这就是阴界邪灵抓交替的目的。注三：什么叫做度畜生者？就是人类死后的灵魂，俗称鬼。因为他们生前不知投胎当人修行的真意，导致死后无法进入阴府报道，就这样被留在民间的阴森处，与活着的人类共处同一空间工作。他们是负责安排大自然里各种畜生、动物、植物之灵魂循环的投胎程序，以及管制畜生动物累世循环所存在的记忆力，以规范畜生的习性，使其智慧跟成长，好让他们有机会循环投胎当人类。也因此，他们才被称为度畜生者。这是遵守灵界法规，绝对不敢显灵、接触人类的好鬼。再续阴灵之梦。上个单元梦境真伪的由来所提的产生阴灵之梦，除了因自己身体虚弱而泄露磁流吸引阴灵，导致人类去见到鬼之外，还有一种更惊险的阴界邪灵所缠黏之梦。这是本人灵魂出窍，去云游观域，看他们在玩弄民间人类的耍把戏，都是利用人类的心态，大都存个贪字，所以才会被这些阴界邪灵把人类当成玩偶在耍，不尊重的戏弄，也不怕触犯阴阳灵界法规的戒律。因为人类非常容易为了贪利
而自己愿意接受这类邪灵的纠缠。点破真相，阴界邪灵的诡计。此为乱抓交替法的情况。这类阴界邪灵是触犯灵界法规、逃避灵界执行者抓集之灵魂者，其所藏匿居住的地方都在沿海地带的阴森处。这也是沿海地带宫庙林立的原因，或逗留在人类求拜、自愿和阴界倒流之处。所以宗教场所就是邪灵的巢穴，借着这些人类的躯体当吸取磁流的加油站，以及躲避灵界抓集的庇护所，人类自愿被附身。这也是民间所有被附身的乩童。所谓神灵降旨，其实就是此类的阴界邪灵。尤其附在乩童身上的阴界邪灵，他们在办事之前而开言时，就表白说他们是奉旨意要来度众生。内幕惊险解析：此类度众生之词，其实是阴界邪灵抄袭阴间的好鬼度畜生者之名，拿来利用改编说辞。他们绝对没有资格度人类，只是想尽办法拉人类下界，和畜生交替互换职位而已。抓交替，降注2。通常，这类阴界邪灵，有些是度畜生者，因为受不了度畜生之工作辛苦而逃，成为邪灵。他们也曾经当过人类，所以很轻易抓住人的心灵弱点。尤其心灵空虚的人，最喜欢做梦，把梦当作神仙或外界尊者的指点，也认为是一种无形的帮忙者。这是一般人的通病，因此才造成了人类迷雾的思想，导致一生不务正业，就是希望能有一步登天，不劳而获，如中彩券头彩，一劳永逸的心态。这种情形是迷糊的错觉，正所谓人牵不走，鬼牵就傻傻去的写照。再说，爱把梦当真的人，认为梦是无形的指示、神助。若梦是颠倒是非，而遇到挫折时，又是谁的错呢？大部分的人只会以为是自己福分不够，悟性不好。其实，这个梦不论真伪，要让人一生挫折，挣扎到死，确实是轻而易举。为何这些阴界邪灵会赐梦给人类，有时还让梦成真呢？其实，这是要使人的心灵产生邪恶的念头。事实上，这些阴界邪灵曾经生前在民间修行时，也不知道投胎做人的真意是什么。等寿终回界时，才了解生前的苦修行是错误，还要沦落在民间的阴阳处徘徊修行，当度畜生者。有些因心态不平衡而成为戏弄民间人类的泄恨者，演变成为触犯灵界法规的逃灵。但是，此类由度畜生者而逃去当邪灵的鬼，无法使用附身人类的方式耍弄人类，电磁力太高，会导致人类死亡。因此，他们所徘徊之处，绝大多数是在寺庙及公坛，等待因做梦而上门求神问卜的人类自投罗网，送磁流上门。所以，他们最常以刺梦的手段操纵人类的思想。另提，此类由度畜生者而逃去当邪灵者，很快就会被度畜生者逮捕，去投胎下蟹类。所以，这类邪灵数量不多，为数最多的邪灵其实是水界的动物逃灵。其实，阴界邪灵擅自在民间乱托梦，及显现他们的影像，还自抬身价，胡言乱语的自封为神，目的就是要干扰一些迷雾的人类，趁机拉人类下界，实行和畜生交替的诡计。此诡计，确实人类会迷信也不意外。他们会先赐给一般有贪念或迷雾的人梦境，还使其尝到甜头，获得好处。等其沉迷不悟，且信以为真，宣传牵引众多的迷信者，
就是阴界邪灵开始出其不意的时机。注意，有求有得，即使是靠梦境指点而得到好处，也是跟阴界倒流，必定可让阴界邪灵抓交替的处决。这类阴界邪灵必定会先找一些比较富裕的人，使他们一时迷途，把所有的财物掏空，好让受挫者一时想不开去自杀，或产生家庭破裂的悲惨局面。这就是阴界邪灵等候要乱抓交替的目标。不过，一般大众都不知道内幕，只是频繁随民间风俗去参拜而求平安。至于平不平安，跟阴界邪灵打交道，总不是好事，很容易让水界的动物逃灵，跟随回家。当然，家人不平安也必然。有智慧者好自为之。若时常接触此类阴界邪灵，正如民间所言，教官穷，教鬼死，教流氓吃了米，确实是不怀好意，下场也请读者自悟。提醒：如果想要靠此类阴界邪灵无形的帮忙，事业能正常有所成就也难。他们绝对会时常捣鬼，做一些干扰，为的就是不让人类往后寿终回界时能得到好果位。所以，在民间有多数的人一生打拼成就的基业，却很难长期的稳定。原因就是跟阴界倒流，被阴界邪灵暗中在捣鬼。再点破，人类自编自创的伪造之梦，这类之梦要如何发射及接收传达呢？这也是人的心灵空虚才会造成随波逐流，听信某神明有灵有好处，就宁可信其有的，随他人起舞，且迷雾的信仰。一般人若是受到精神思想不稳定的境遇时，就像无头苍蝇似的乱窜，去迷信民间各种道法人所耍的把戏，而信以为真的崇拜。就这样情状下，确实也让民间这些不轨的道法人去利用人在心灵脆弱时想依赖无形相助的心态，因此才产生民间各种奇形怪状的神像在装神弄鬼的现象，也造就他们创业大发所谓济世财的基础由来。所以这些不轨的道法人还趁机使用伪造人体内辐射的电磁波，即人造的方式，以电流发出电磁波之手段，以发出强弱电磁波的辐射线，去反射操纵各个不同人体内的心灵磁流魂体，因而产生有感应的幻觉之境，并信以为真的崇拜。此手法如同催眠术所使用之道具。注意，如果人体内的心灵磁流魂体遭到干扰或功能失调，如睡眠不足、饮食不足造成元气不佳，那人绝对无法操控躯体的平衡，而行动摇晃形状百态，也会消失记忆力。此类记忆力的根源确实是存在心灵磁流魂体，这是可比喻为人活着在民间一生的人生记录器，等寿终回界报到时必交的成绩单，好坏自然显示得一清二楚。此类心灵磁流魂体为记忆力档案，这是活着的人类无法去消除所有好坏事物的记录。心灵磁流魂体也是人死亡回界时必靠的行动力，有这个磁流魂体才能漂浮行动。这是智慧灵根者所搭乘的交通工具，如同船一般。人若是死亡时没有心灵磁流魂体这条船，那绝对直接沦落下界，投胎鱼虾水族。惊险提醒：人的心灵磁流魂体不会无故消失，只有跟阴界倒流，被邪灵吸取流失，才会消失。典型的症状就是痴呆症，失去记忆。当人体的记忆档案被阴界邪灵吸取殆尽，就没有寿终回界交卷的成绩单，自然是没有资格再当人类。
所以，民间人类要醒悟。虽然此张记忆力档案的成绩单是无法人为篡改，但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往后回戒，还能抵消一切不好的事物，仍然会有好的果位存在。接续前文不轨的道法人所施展阴毒的手法，这类施法把戏的道具分数如下。此类事先必备的道具：一、各种神像尊体，搞特色；二、道场装饰深奇及神秘，搞庄严；三、开示信者时，专门假借外界神灵尊者的旨意，搞神佛之名；四、编创各种经文，要信者诵念，搞功德效用之说。注释：利用以上这4种道具，这些道法人士再配合一些莫须有的手势、仪式、祭改、安太岁、安光明灯等等，在胡言乱语的夸大其实，目的是要使人类产生心灵讶异而迷信，再随波逐流的修行。其实这些道具的耍法，只有贪念过量的人才会心灵空虚，且不尽的需求而信以为真，也是人的心态。若时常产生贪得无厌的需求，最容易遭受愚弄。这种人也是民间一些不轨的道法人最好骗上手的对象。随便假借神威，诈降旨意，要让这种迷信的人而跪地求饶，确实是轻而易举的事。这就是人的心灵最脆弱的一面。注释：诵念经文的真正内幕。现在，民间有数不清的各种宗教经文，标榜诵念经文会产生某些无形的力量及功效，让许多迷悟的人信以为真的在诵念。事实上，就我亲身灵魂出窍所观遇的真相，念经文，不论什么经，确实是召唤阴界邪灵的招魂法。有诵念经文的地方，就会吸引这类阴界邪灵聚集。因为会诵念经文的人，绝对是自愿跟阴界倒流，才会听信道法人之言而诵念经文。自然，阴界邪灵可以堂而皇之地跟在念经文者身边，吸取磁流。这确实是民间人类一种自寻死路的慢性自杀法。通常，这类诵念经文的人被邪灵持续吸取磁流，智慧会逐渐萎缩，而造成固执、迷雾，且心灵磁流魂体被吸取到严重消失，罹患癌症、肿瘤、痴呆、失忆、精神疾病、医不好的怪病，甚至沦为被抓交替的对象。枉为今世做人，曾经付出努力工作的修行，确实将会死得很冤枉。民间之各种超度、法会、所念经文，一同此类下场。此内幕真相，读者请自悟。活人怎么可能度死人？又何来权力，用嘴巴念念经，就可以干涉到死掉的灵魂者？人类自身就难保了，还可以超度灵魂？其实，这都是被阴界邪灵利用的一种耍把戏而已。再续，伪造之梦的城市。人类在生活上遇到挫折、困苦挣扎时，若到各个寺庙或公坛等阴界倒流之处去求神问卜，回来后的短时期内就会梦到相似的画面。此因就是自身在当初去敬奉之默念法，或在跪地求拜的时候，自身的心灵磁流魂体之电磁波，在静态默念的情绪下，如同睡眠平息的放松，自然泄露体外，而造成了自身的心灵掏空，去接受当地的神像和景物。这是对该神像有敬仰好感的人，才会容易产生此景之梦。所以，在这种自身不自觉的因素下，和当地所有神像物体的辐射直接触，往后等自身的心灵空虚时，自然就会梦到所接触之景物。人体的电磁波放射出去，
去到曾经有过逗留、融通辐射值的地方，而接触事物景象，再吸收进入人体内的心灵磁流魂体。这就是人迷糊所思之梦的产生根源。接续，阴界邪灵所缠黏之梦。此段，这是一种惊险的梦境，为何会梦到神像景物的固定体变成灵活的动态？真相分为3个阶段来解析。1. 此类梦境的产生，主要原因出在人的心灵空虚，如不想工作、对人生茫然、没有计划目标、不知当人的真意等等心态。有些人生活经济充裕，不必为生计打拼，每天只有想办法要排解无聊，找人作伴，怕孤单寂寞。这种人也是同等心灵空虚者，无法体会活到老，做到老是今世当人的真正意义。确实，没有工作就没有心灵寄托，绝对会造成心灵空虚的现象。此类人种，通常是阴界邪灵最喜欢馋耍的肥羊，随便赐个梦，显个灵，就能把这种人骗得五体投地。心灵空虚的人没有斗志力，人体内辐射的电磁波薄弱，才会所梦产生波浪，像似放大模糊的漂浮体，也是自身所谓的辐射影子放射出游时，去触碰他人较强的电磁波，而被缠黏去随行的游荡。此状也造成自身的电磁波放射能量消耗。等人快睡醒之前，躯体轻晃那一刹那的时刻，心灵磁流魂体就会动弹，把自身的电磁波吸收入体，就这样产生了电磁波的敏感光气不足，因此才会在梦醒时，人体感觉很累，且去游荡的景象都很模糊，容易忘掉。这就是人体内辐射的电磁波为发射与接收的敏感光气不足所致。2. 此类的梦，有时人的电磁波放射出去，而去遇碰阴界邪灵之干扰，就会被他们牵制，缠黏着玩耍、戏弄。这种梦境最常见的就是让人梦到鬼怪奇物的恐慌景象，比如被鬼类追逐到极度恐惧，接着再出现神像化身的人物在梦中相助。其实，这都是阴界邪灵自导自演的梦境，尤其能让人类轻易相信神仙入梦来救助，而因此崇拜信仰该神像，落入跟阴界倒流的陷阱。此状遇碰阴界邪灵所缠黏之梦，必定会不定时的惊醒。这种情形，就是他们把人体内的电磁波牵引去环绕的玩耍，造成人在梦境里随着跑、乱碰、乱卡，会梦到躲藏的恐慌之景，也造成在睡眠的人心胸的磁流加速动弹，一直发射磁波，而有心脏缺氧、心悸、无法呼吸的现象。若挣扎清醒时，做梦的画面绝对是很清楚。原因在人体内的电磁波一时大量消耗，减少了磁波的雾气，去干扰荧幕显示镜，才会梦境记得特别清楚。此类梦境醒来，人通常会出现发烧、类似感冒的症状，就是因为在梦境中恐慌，而心灵磁流魂体之磁流值外泄，被阴界邪灵趁机吸取磁流所致。若时常接触这类之梦，而消耗体内的磁流值，就会造成心灵磁流魂体无法敏感的反弹来控制体质。如此，任由阴界邪灵吸取磁流值，而泄露心灵磁流魂体过量时，人有时会忽然的失去记忆力，或产生癫痫的病源。此类唯一的治疗法： 1. 全无磁流魂体，植物人，无救。2. 轻微者，少劳累，多补充元气。
吃和睡等元气充足时，自然就能恢复记忆力。3. 严重者，这类躯体绝对要躺着休息，慢慢调养，补充元气，不能让躯体出力，也不能吃刺激性的物质，不然这类会大量抽筋，那元气想积多也难。前文所述阴界邪灵之干扰的情况，确实有时常做这类梦境的人，都是住所附近必定有阴界邪灵在时常出入逗留，不然这类被阴界邪灵所缠黏之梦，所有情状都是人体内的电磁波放射去直接接触邪灵，绝对放射不远。若放射远处的电磁波被此类邪灵干扰时，就会薄弱，自然断讯。3. 这是牵连去梦到已死亡的亲友还在民间逗留。其实，不管梦境中是认识与否的亲友，就算他真的还在民间阴森处度畜生，当度畜生者，除非他想投胎鱼虾、畜生，否则绝不可能冒险触犯灵界法规，赐梦给活人。所以，这类赐梦的情况，必定是阴界邪灵去牵引活着的人所放射的辐射影子、电磁波，去接触一些奇形怪异的事物景象。梦境的真正启示，梦常被人们当成某种神秘的预兆。其实，梦是人类投胎出世后的第一种考场，也是人类一生最常被困惑、诱拐的危险死角。就我亲身灵魂出窍所见的真相，把梦的产生根源一一分析，可让民间人类解开对梦的迷思，避开被阴界邪灵利用、自愿倒流的陷阱。至于有些人被噩梦困扰，其实就是自身有跟阴界倒流所致，那就该警醒自己是否有到寺庙、公坛、通灵人士之处招惹阴界邪灵，亦或是自己心灵空虚、人生观念不正确，才让阴界邪灵有机可乘。若是能将全文悟通，读者应该要体悟，不论梦境是美梦还是噩梦，通通不必去探讨理会。梦境的真正启示，就是有梦就代表有睡觉。下个单元，是非篇，遇到神灵鬼影的根源。欢迎持续关注、订阅并按赞我们的频道。人间小路，下期见。